大家好，我是小野猫。临近年关，最近日本人去台湾旅游的很多，也勾起了我这个想放飞的心。今天我要跟你们聊聊我最近的一次旅行。这次我去了那个让人心驰神往的地方——台湾。你们知道，我对这次旅行可是期待已久，而且我得告诉你们，这次旅行真的没让我失望，给了我好多惊喜。首先，咱们得聊聊台北。说到台北，你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台北101。没错，那座建筑确实让人震撼，但台北的魅力远不止于此。走在街上，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节奏真的很特别，快中有慢，慢中有快。你瞧，繁忙的地铁和购物中心旁边，竟然还能找到安静的小公园或者小巷。我在东区逛的时候，就发现了那些藏匿在不起眼小街里的独立书店和文创店，感觉就像在家一样亲切。每次逛一逛，总有种在上海的老街区里逛着的感觉，但又没有上海那种永远急匆匆的氛围。而且，你们知道吗？台北的人情味真的很浓，不管是咖啡店的小老板，还是街头卖小吃的阿姨，每个人都那么亲切，让人感觉温暖。这和大陆大城市的高冷和陌生感比起来，台湾的这份温暖让我感觉特别舒适，就像家人一样的关怀。接下来，咱们得说说台湾的公共交通。我得给你们点个赞，真的超级方便。你想从 A 点到 B 点，几乎不需要费什么心思。地铁干净、准时，车厢内的标识也很清晰，完全不用担心迷路。我在台湾这几天，每天都是坐着捷运穿梭在台北的大街小巷，真的是舒服又方便。而且台湾的公车系统也很棒，只是清晰明了，司机态度友善。我在高雄坐过一次公交车，司机阿姨特别热心，看到我拿着地图看不懂，还主动帮我指路，真是让人暖心。再来说说美食。说到台湾，怎么能不提美食呢？台北的小吃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。我之前一直听说过牛肉面、卤肉饭，去之前抱着尝试的心态去吃，结果真的是超级满足，感觉每一口都能吃出满满的幸福。尤其是夜市，简直是个美食天堂。每到傍晚，走进士林夜市或者宁夏夜市，那一排排的摊位，灯火通明，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。蚵仔煎、珍珠奶茶、臭豆腐，每一样都让你吃到不想停。台湾的夜市让我觉得很有情怀。反观上海的夜市，曾经的吴江路和同川路，那已经是很久远的记忆了。现在都是遍地的加盟连锁店，味道不好不说，再也找不到那种路边摊的烟火气了。而台湾的夜市生活气息很浓，摊位普遍干净整洁，尤其是菜品新鲜，真心让人吃得放心。我最喜欢的一次体验是吃台湾泡菜，那味道可不只是辣，它还带着一股醇厚的发酵味，吃上一口简直停不下来。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，台南绝对是你不可错过的地方。台南这座城市作为台湾最古老的城市之一，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气息。我在赤坎楼感受到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撼，仿佛能听到昔日的马蹄声与古人的话语。相比之下，台中则是融合了现代艺术与传统文化的好地方。在公园眼科，你可以看到古老建筑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美感。那个曾经的眼科医院，如今变成了一个超级有特色的冰淇淋店，装修风格非常吸引年轻人。在台湾，历史文化的积淀与现代生活并没有发生冲突，而是和谐地融合在一起。台北的士林官邸、故宫博物院等景点，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底蕴。而在大阪，虽然我也看到了历史遗迹，但相比于台湾的传统氛围，更多的是商业化的气息，少了一份宁静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台湾的生活节奏总是让人感觉轻松自在？走在台北的街头，大家都没有那种急匆匆的样子。店铺里、餐厅里，
随处可见人们慢悠悠地喝着咖啡，聊着天。你不觉得这样的氛围特别好吗？比起上海这样的城市，大家总是忙忙碌碌，甚至连喝个咖啡都匆匆忙忙。台湾给我的感觉是，别急，生活还长，慢慢来。我住在台北期间，有一次我去阳明山散步，完全没有任何压力，漫步在山间小道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。相比之下，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你想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去放空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台湾的慢生活让我特别羡慕。说到台湾的环境，我真的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在台北和台中走过许多街道，几乎每条街道都很干净，没有什么垃圾乱丢现象。而且台湾的街道不仅干净，还有许多绿色的植被，每个公园都有人在打理，给人一种特别清新舒服的感觉。这一点和中国一些大城市的环境状况相比，真的是要好得多。特别是旅游城市，你常常在景点能够看到，当游人走了之后，地上就堆满了垃圾。而且中国大妈更是战斗力强悍，年轻人经常会被他们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所震撼。而台湾无论是公共区域还是住宅区，都有一种井井有条的感觉，仿佛每个市民都在为这个城市的美好出一份力。总的来说，这次台湾之行给我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，从台北的便利交通、温暖的氛围，到台南的历史遗迹，再到高雄的热情和美食，台湾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惊喜。与中国大陆的一些大城市相比，台湾的慢节奏和人情味让我非常怀念。当然，台湾并不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它在公共服务、环保、社会氛围等方面的表现确实值得我们借鉴。或许正是这些细微之处，才构成了台湾那种让人放松的独特魅力。那么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也想去体验一下台湾的独特魅力呢？是时候计划下一次的旅行了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